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我们的烦恼似乎永远都无法终结，许多人每天都会面对以下问题：总是陷入烦恼中，感到沮丧和痛苦，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让自己被他人左右生活，总是自问自答，质疑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针对这些烦恼，这个视频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无疑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世界上有些人尽管努力拼搏，却依然过着每天都苦不堪言的生活；另一些人则充满乐趣的生活着。特别是那些没有太多烦恼、喜欢工作且收入不断增加的人。有些人困扰于人际关系和各种烦恼，而另一些人则能从中解脱出来，轻松愉快地过着每一天。那么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能力的差异，即一方有能力而另一方无能。但是作者指出，这种差异并非来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异。坦率地说，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心态的强大。换句话说，就是心灵的力量。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沮丧，觉得自己因为心理薄弱或者一直缺乏强大的心态而感到失落。然而不必担心，因为心灵的力量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培养的。与没有科学依据的心灵论或自我启发书籍不同，本书采用了科学方法，使任何人都有可能拥有强大的心态。作者认为，有90%的人过着别人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如果你也想要摆脱这种生活，这本书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让我们共同努力，成为拥有强大心态的人，创造我们想要的人生。这次我想要探讨星舍先生所提倡的神级心态和心灵强大对人生的影响。本书的书名叫做《强大心态的人，他们的人生顺心如意》。这是一本旨在帮助你获得强大心态，从而开创自己理想人生的书籍。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提供的强化心态的技巧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与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自我启发书籍不同，本书所述的技巧可能对许多人产生有效的影响。据说，作者根据本书的技巧为许多人提供了咨询服务，而许多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摆脱了烦恼，拥有了自由自在的人生。因此，我相信这些内容对你们来说也会非常有益。在今天的视频中，我想重点解释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书中介绍的思想控制生活的公式以及自我评价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放松心情，一起享受观看吧。今天的内容如下：首先，心态是塑造自己如意生活的最重要因素。逃避并非解决之道，机会实际上就在眼前。通过重新评估自我，改变自我评价，您就能够取得成功。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讨论心态对于塑造如意生活的重要性。您看到标题，可能正在思考如何改变现状，改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呢？总结一下，无论是什么愿望，要实现他们需要的事情，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即目标、手段、心态。这三者构成了思想控制生活的公式。简单来说，就是现实乘以未来等于目标乘以手段乘以心态。这些因素的综合就构成了您当前的现实。接下来，当这三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您的未来也会随之改变。然而，许多人在这些设定的方式或顺序上存在误解。因此，让我们逐一解释目标、手段和心态。首先是第一个目标。许多人在设定目标时存在误解。您的目标是什么？能够立即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少，即使是经营者或创业家也是如此。无法立即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您不清楚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即自己的目标不明确。如果您对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不清晰，那么就无法直接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也就无法达到那个目标。如果您能够立即回答并确定了目标，那么很抱歉，但作者说99.9%的人在设定目标时都有99.9%的可能性是错误的。实际上，99.9%的人在设定自己的目标时，往往会以绝对不会实现的方式进行设定。
例如，如果您的目标过于模糊，比如想要变得富有，想要比现在更幸福，想要遇见好人，想要改变自己等，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重新审视。举例来说，如果您设定了1年后比现在更富有的目标，那么想要增加收入是每月10万日元还是100万日元？对应的做法完全不同，目标必须设定明确才行。就像飞机如果只设定了南方作为目的地，而没有指明真正想要到达的机场，那么就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飞机之所以能够准确到达目的地，是因为它不断确认自己是否朝着目标前进，航线是否偏离。就像自动驾驶或者导航设定了目的地后，一直记得要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一样。实际上，记住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调查，在年初设定目标的人中，到了当年12月还记得目标的人只有不到10%。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目标无法实现了。接下来，我想解释第2个要素。如果把明确的目标比喻为要到达的机场，那么手段就相当于飞机本身，是达到目的地的工具。就像国内航班的飞机无法飞往海外一样，选择适合目的地降落的机型是必要的。许多人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因此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寻找。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找到了手段，就能改变自己。然而，手段只是目标、手段和心态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要实现你想要的事情，首先必须设定明确的目标，否则无法找到实现它们的方法。而方法并非凭空思考和制定，而是通过强化心态来自然找到的。为什么强化心态会自然帮助找到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会详细解释。接下来，我想解释第3个要素，即心态。在目标、手段和心态这3者中，最重要的是心态。近年来，心态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奥运奖牌得主都会聘请专业的心态训练师。据作者说，他的客户中有很多人在设定的1年目标，在短短6个月内就高概率实现了。这归功于他们专注于强化心态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心态指的是心理状态，它源自于将自己的价值与自身或他人的标准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自我评价。自我价值的评估取决于个人大脑的功能，也就是说，心态包括心灵和自我评价，可以视为大脑的一部分。大脑评估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然后根据这些评估来判断采取何种行动是合适的。因此可以说，心态是公式中最重要的3个要素之一。再次以飞机为例，假设您是一名飞行员，准备起飞，目的地机场已经明确，飞行器也准备了足够的燃料到达目的地。但是如果您的自我评价很低，情况会如何呢？您是否能够应对期望和不安？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是否能够在遇到问题时承担责任？即使目的地明确，手段已备好，如果自我评价不足，您也无法采取行动。您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对于能否实现您追求的目标以及采取追求正确目标的行动至关重要。保持对自己高度的自信，意味着您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而低自我评价则会使您认为自己无法实现，进而寻找正当化不采取行动的理由，而不是寻找合适的手段来实现目标。您如何看待自己呢？例如，您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关心家庭的人，或者是一个有能力胜任工作的人等等。您可能会想到几个答案，这些答案实际上反映了您对自我的自我评价。例如，如果您的目标是辞职并创业，那么您可能认为自己是备受客户欢迎的人，喜欢独立工作等等。这些特质表明您适合独立工作，并且能够成功。至少需要一个答案来指引方向。最终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取决于您的自我评价。财富和资源是自我评价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自我评价，即使环境条件再好，人生也不会有所改变。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机会已经在你眼前的观点。尽管我们对我们讨论的内容可能感到认同，
但实际上要付诸实践却很困难。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试图改变自己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在阻碍他们，而只是单纯的努力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往往无法出现显著的变化。那么，你认为最大程度妨碍你变化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已经有了预期的答案，那就是大脑。没错，我们的大脑确实是个难缠的家伙。你的大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也就是不死。当你尝试开始新事物或者挑战自己时，大脑会尽全力阻挠，因为他认为在当前状态下维持生存就好，没必要去做什么改变。比如，当你尝试开始一项新任务时，会因为焦虑或孤独而停下来，寻找自己不能做到的理由，或者因为担心重蹈覆辙而犹豫不前。这些都是大脑在阻碍你变化的表现。专业上将试图阻止这种改变的大脑功能称为心理学中的恒常性。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要意识到，当你开始尝试新事物时，可能会感到紧张或不安。你可以考虑，这是心理学中的恒常性机制在发挥作用，这样你就能够更快地冷静下来。同时，要以变化是有趣的、新事物是令人愉快的思维方式来评判事情。通过理解这种心理学上的恒常性机制，你还可以培养出察觉与你想要实现的目标和愿望相关的机会与可能性的能力。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抓住巨大的机遇，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碰巧得到了这些机会，或者运气好。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把握机会，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擅长发现与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相关的机会和可能性。据说，人类的大脑每秒可以感知大约2000个信息，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发现潜在的机会和可能性。大脑每秒处理如此多的信息，可能会导致超负荷。因此，据说大脑会从中选择大约8到16个信息进行处理。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大脑优先考虑的信息是什么呢？当然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信息。比如，如果你突然想要一块劳力士手表，你会开始关注周围戴劳力士手表的人，劳力士手表也会变得异常显眼。虽然之前这些信息已经存在，但对你并不重要，因此你的大脑会忽略这些信息。你的大脑会优先处理符合你现在自我评价的信息，这意味着重要度较高的信息会更容易引起你的注意。这种现象是因为大脑倾向于维持现状，不太愿意发生变化。你所看到的事物都是基于你的自我评价而存在的。换个角度来看，即使你有明确的梦想或目标，如果你的自我评价无法支撑这些目标的实现，那么你就很难察觉或认识到机会和可能性。实际上，实现目标或改变自己所需的信息就在你身边，只是你当前的视角暂时无法看到而已。你还记得我之前提到手段会自动出现在眼前吗？这是因为这种心理机制的存在。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调整自我评价，以与你的目标和愿景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机遇和可能性。换言之，你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由于大脑首要考虑生存，并且害怕变化，因此会产生阻碍你变化的思维和情绪。即使在开始新事物时感到兴奋或不安，也要学会以变化是有趣和愉快的心态来看待，而不是被心理上的自我平衡所左右。总之，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基于你的自我评价，因此改变自我评价至关重要。接下来，在最后一部分，我想解释一旦你改变了自我评价，就能成功的原因。我们已经讨论了自我评价的重要性。那么，为了改变你的自我评价，你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作为前提，你需要明确你的目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那么就无法调整自我评价，以达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水平。我们强调了设定明确目标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要明确你要去的地方，并时刻牢记设定的目标。另外，为了避免在采取行动后遇到挫折，并持续朝着目标前进，满足或执行以下要点是至关重要的。要点一：目标的规模和重要性。
不需要限定目标的大小。如果你认为目标太大，可以将其分解为可以立即实现的小目标，这样会更容易采取行动。在日本还没有国产汽车的年代，日本的技术人员并不具备制造汽车的技术，他们面对成品汽车时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制造这样庞大的机器。但随后他们购买了美国制造的成品汽车，并将其一点点拆解，从一颗螺丝钉开始，他们开始逐步探索制造的可能性。他们逐渐找到了可行之路，一步步朝着目标迈进。这些看似微小的成就，实际上是实现宏伟目标所需的步骤。如果我们觉得设定的目标过于庞大，那么将其进一步分解为可行的小步骤会更加有效。下面我们来解释要点：改变自我评价的关键点，明确实现目标的原因。实际上，比起要实现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实现。明确实现目标的原因会带来改变，并对挑战充满激情。有了这个动力和激情，会极大地影响你前进的速度和成功的概率。如果你只是强迫自己去做某事，那么在精神和身体上都会非常耗费，最终可能难以持续下去。而那些享受过程的人则会更有耐心和毅力。相反，如果你找不到为何去做某事的理由，那么可能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接下来，我想解释要点3：改变自我评价的关键点，将目标形象化，并每天着手行动。目标的图像化对于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机会和可能性总是在我们面前，但为了不错过它们，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优先级，从对你而言重要的信息中获取目标的图像。为此，对大脑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呢？最有效的方法是将你的目标形象化，并通过视觉刺激你的大脑。这是因为人类获取信息的比例中，视觉占87%，听觉占7%，触觉占3%，味觉和嗅觉则只有1%。例如，拼图游戏的成品图比仅有说明文字更能快速帮助你完成拼图。如果无法形象化完成图，那么实现你想要的事情将变得非常困难。更进一步地说，这种难以形象化的模糊将击垮您的内心，导致挫折。您的大脑将生存视为首要任务，对吗？海马体作为大脑的一部分，负责存储和处理记忆。它的判断标准是信息是否对生存至关重要。因此，为了不让信息被遗忘，最有效的方法是反复向大脑发送您不想遗忘的信息。海马体会将这些重要信息长期保留，这些信息被误认为与生存有关，因此会被长期保存。简单来说，通过每天看到你完成图的图像，您可以向大脑反复发送这些信息，欺骗海马体，使其将这些信息长期保留。为了让您能够自主地改变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强烈建议你养成每天查看特定图像的习惯。这种习惯可以长期保持。您可以通过热词搜索引擎如 Google 的图片搜索来找到您需要的完成图。比如，你想通过创业来购买喜欢的房子，只要找到与您期望的完成图相似的图像，就可以设置为每天至少查看一次，无论是在手机还是电脑上。这样做有助于您不忘记自己当前的目标和方向。接下来，我想解释要点4：改变自我评价的关键点，活在未来自我评价中。实际上，自我评价是可以轻松改变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简单来说，将现在的自我评价转变为与实现目标相符的自我评价的方法，就是活在未来自我评价中。也就是说，意识到您正在活在未来自我评价中，并保持强大的心态。通过这种方式，您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和行为会发生改变，最终现实也会跟上您的自我评价。听到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精神层面上的吸引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大脑的机制。比如说，假设你想出一本书，但还没有出版，即使现实情况并未如此，你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我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自我评价，然后以这种意识来生活。当然，你的自我评价和实际情况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
这时，你的大脑会启动填补这个差距的信息优先开关，开始逐步朝着出版这本书所需的信息迈进，也就是正式的第2步骤。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开始经常接触到已经出版了书的作者、出版制作人员和出版社的编辑，了解到出版所需的信息和机会，例如参考书籍等。这些信息和机会会变得更加容易接触和实现。这正是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一旦您将自己的自我评价改写为已经实现目标的人，大脑就会开始寻找实现目标所需的信息，以填补现实与自我评价之间的差距，并帮助您直线推进，朝着目标迈进。截至目前，我简要介绍了改变自我评价的第1步。考虑到您可能正在行车或工作休息时间较短，因此本次只能简单进行讲解。本书还提供了更多关于设定半年、1年、5年或10年目标以及改善低自我评价的方法。这些需要您亲自使用纸和笔进行思考和记录，特别是在采取行动时，心态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具体审视和实际改写您当前的自我评价，在能够集中注意力的环境中完成这些工作。一旦您按照本书提供的思维模式去生活，就不再需要过多的斗志或毅力，因为实现自己想要的事情的手段和所需的信息会自动呈现。当您明确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时，就会像得到了新游戏一样自发地开始行动。大家对这些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本书还介绍了如何摆脱各种限制行动的心理障碍，掌控情绪以发挥自身潜力等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能够单凭心理强大就能成功，因此本书作为获得最强大心态的一本教科书，可以帮助每个人走向理想的生活。请大家务必尝试阅读，看看效果如何。今天就说到这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我会更有动力去制作更多更有益的书籍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